抽中电视啦！凡是讲求逻辑、铁齿、没有科学根据、很难说服的理工脑，要如何相信吸引力法则？3个小技巧分享给你。大家好，我是吉儿，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分享有趣的生活点滴以及吸引力法则小故事，有兴趣的话就跟我一起学习吧。去年12月圣诞节晚会上，我老公运用吸引力法则抽中最大奖65寸电视一台，这让我有一个灵感，想要来聊聊理工脑是如何相信吸引力法则。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哦，你在跟他分享这些身心灵的议题的时候啊，他不太有办法去理解比较抽象的概念，非常的讲究逻辑，而且只相信眼前所看到实际发生的事物，就是所谓那些双手能够触碰得到啊，眼睛看得到啊，在线下这个维度所发生的一切。你跟他提到一些灵性相关，他会跟你说这没有科学根据啦。我老公虽然没有到这么的铁齿，但工作身处专业理工的领域，也算是半个理工脑啦。记得我们前几次约会的时候啊，我们聊到冥想、打坐，甚至是量子缠绕，他那时候还有点半信半疑的。但到了现在啊，他会主动的向我提起，问说这算不算是吸引力法则啊？在生活中，吸引力法则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有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发现，所以当我意识到并且观察到的时候，我便会点出来。你看，这就是吸引力法则运作，很神奇吧？去年12月圣诞晚会当天，因为有点忙碌，还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参加。这时候啊，我老公很坚定的说他想去，因为他感觉很好，他觉得会抽中大奖。我老公其实是一个蛮随遇而安的人，他很少坚持说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我对他这个反应感到新鲜有趣，也嗅到空气中弥漫开来的欢乐节庆气氛。我对他说：“哦，好啊，那你就先过去嘛，我先忙一下，晚点再去找你。”就这样子忙了一阵子，我想时间差不多了，我可以过去看看。哇，到了现场，人山人海。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全神贯注看着主舞台，口中似乎念念有词。好，先不打扰你，我就带着女儿啊，在一旁玩现场提供了一些小游戏。突然，爸爸抽中奖了啦！听到主持人口中喊他的名字，我就快速挤过人群，冲到前面，用相机记录下这一刻。天哪，没想到他今天早上的第六感那么灵。后来工作人员手忙脚乱的帮忙搬运这台巨大的电视，旁边听到的是众人的恭贺声。中奖的感觉真好。你刚刚念念有词的在念些什么啊？你不是说要保持意念的专注才会容易显化吗？我刚刚就念经跟一些显化咒语啊。看来你是抓到其中的诀窍了嘛。这让我想到啊，我过去抽奖的经验。如果当天我感觉心情很愉悦、很兴奋、很开心的参加当日活动，那就很容易中奖。如果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去啊，或许是因为人情压力，在想去跟不想去之间挣扎，我去了会不会一个人啊？这个活动会不会不好玩？带着这样子焦虑或是不好的心情，就几乎不会中奖。中奖的几率很低，因为这个时候你所发出的振动频率啊，你本身的能量也是很低的。抽奖本来就是一个游戏嘛，带着放松、愉悦的心情玩游戏，才能够迎来好的结果。那我到底是运用哪3个小技巧去重塑我老公的理工脑呢？首先分为意识跟潜意识2个层面。在松绑意识层面，你可以找一些科学相关的说法的辅助啊。在《生命解码：从量子物理、数学演算探索人类意识创造宇宙的生命真相》这一本书里面啊，它以量子物理的实验去佐证意识和实相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初，物理学家进行著名的电子双缝实验。这电子在你观察它跟不观察它，出现了全然不同的结果。这个实验说明了电子在你不观察它的时候，它是无形的能量，只有你观察它的时候，才会变成看得到的有形物质。具体来说，你的意识创造了宇宙，宇宙有一股力量会依循你的瞬间念头生成当时的物质世界。先以2维资讯码的能量形式储存在另一个空间云端意识数据库，然后呢再投影生成3维物质世界。
那这本书的作者林文馨，他是毕业于成大的公管系，也曾任职于科技公司。在书中，他收录了许多科学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以科学的角度支持人类意识创造宇宙的理论。对于一个强调逻辑的理工脑来说，科学的论述让他们理解了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要去相信一件事情，他们需要头脑的分析和理解。比起那些很玄秘的有如那个天外飞来一笔的奇迹推论跟实验更能够去说服他们。也因为这样子我看到相关的文章跟一些书籍的时候，我都会赶紧跟我老公分享。当他看到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也会自然更有兴趣去探究意识跟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显化的原理又是什么，吸引力法则是如何运作的呢？那一旦有了这样想要寻找答案的欲望，便提高了相信的几率。再来，松绑潜意识层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决胜焦点》？这男主角他说服一个赌客谢丽媛，在心中默选一个球员身上的号码。然后后来呢，那个女主角她竟然猜中他心里想的这个号码，哇，令他又惊又喜。那这其实都是男主角铺陈已久。男主角在这个餐厅里在这个招牌上，在这个谢丽媛所映入他眼帘之处，都置放了55这个号码。那也成功的植入他的潜意识，让他下意识的就选择55这个号码。在生活中，我觉得非常简单好用的一个方式是冥想。冥想的好处不胜枚举。在《疼痛先医脑》一书中，王伟全医师他提到了数种有效的冥想，像是慈爱冥想啦、无谴责觉知冥想啦、精简静心冥想、观息冥想，还有引导式冥想，借此呢安抚交感神经过于亢奋、每天都很忙碌的现代人。那对于理工脑来说，睡前身心都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也是比较可以卸下防卫的时刻，比较能够开放式的接受一些讯息。如果想要移除你根深蒂固的信念，去植入新的信念并且内化的话，就要好好运用这段睡前的冥想时光。网络上有许多引导式的冥想，内容关于丰盛关于情绪关于情绪的释放，关于消除限制性信念等等。Netflix 节目《冥想正念指南》也是很好的开始。我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播放，跟老公一起听，就算听到睡着也没关系久而久之，这些内容就会深入潜意识。像现在有时候我没有播放那我老公还会自己去选择他喜欢的引导式冥想来听呢。最后理论上看的听的都不如实际例子来的撼动人心吧。所以不管生活中大大小小的显化，我都会很兴奋的把它点出来。而当你自己在生活中显化的越来越多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吸引力法则最好的例子啦。怎么样都让人难以忽视吧。这时候理工脑它也可能悄悄改变他的看法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吸引力法则有时也需要转机这一集，里面分享了我向宇宙下订单要 A 乐谱，后来以 B 乐谱当成桥梁，最后 A、B 乐谱都到手的小故事。我想这个小例子也加强了我老公对于吸引力法则的信心吧。你身边有理工脑的朋友吗？还是你自己就是理工脑呢？后来是怎么相信吸引力法则的？欢迎在下方留言，并且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我是吉儿，我邀请你跟我一起用吸引力法则将生活显化成一出好戏。我们下次见咯，拜拜。